欢迎回来到我们的 Episode Three，然后我们也是很开心，因为这次我们邀请到 Carmen，所以 Carmen 今天会是我们的 amazing guest，so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就觉得时间过到很快，然后过后也是刚刚过完年嘛，就从 hometown 回来，也是用这个时间呐，就是回到去一趟，去跟家人啊、朋友啊一起聚在一起这样。时间真是过很快，可是现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进入了2月，可是我觉得很多人还在想着，还在2024那个想法这样子，就想要懂一点，就是你的2024的感想是怎么样？我觉得2024年是一个我成长最多的一年呐，因为像是我以前我的原行业我是在跨国公司做会计师的嘛，然后也 join 了 New Skin 在这个行业是去年刚好是5年的时间啊，然后过后我觉得是因为在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啦，一开始当然是很兴奋哦，就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新的目标，要做新的东西了这样子，但是一定也是会有很多的就是比较低潮的期啊，被拒绝啊，或者是说something that 我 expect 这个东西会，但是没有嘛，就是没有这样那个期望这样子啦，所以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会有质疑自己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有没有在做这一个对的决定，还是说其实我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有没有一个 plan B 还是其他的 alternative 给我这样子，可是我就慢慢我就看到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我最终极的还是想要的是一个有选择的机会，还有就是可以陪伴我爱的人，那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然后也因为很 clear 嘛，就开始去做很多我平常不会去做的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转变过后就看到说原来全部都是想法造成的。好像我问你感想这些，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成长的地方就是最低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我们很伤心的地方怎么走出来？我觉得那是最大的成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这种辛苦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要逃避。可是我觉得那个不一样的改变就是当你觉得我不要逃避，我不要去找 plan B 啊 plan C， 而我讲我坚持下去走这条路，然后看我会变成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真的是你坚持下去走得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差别。然后我觉得讲到这些成长啊，这一些你也刚才也是有提到，就是你也在这个生意5年了，然后你觉得在这5年里面，你最大的学习的东西会是什么？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是typical你的 Asian 的那种 culture 就是说，在学校也是很安静，然后在家里也是很安静，也是乖的那种小孩子，所以也没有很多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然后过后去跟别人沟通这样子吧。因为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在电脑前面嘛，看到的都是数字，有交代的东西有交代就够了这样，可是来到了这个人的生意我看到很多的是需要做那个有效的沟通，因为我知道这个生意很好啊，产品很好啊，可是我要怎样的去 deliver， 让那个人可以 get 到跟知道我看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在这一行也是遇到的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然后他们也是在做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给我的话其实是一个学习，所以我很感恩我的生意老师啊，他们一步一步教我怎样的可以去做这个有效的沟通。然后以前我也是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今天没有做个生意，我应该也是要学习的，因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怎样的去沟通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因为这样子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好，因为以前就是讲那种比较表面的这样子，现在会分享更多心灵层面上，就比如说他们都很希望说我一直是一个会计师，因为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看到在那个现实当中好像不是所以我会一直去跟他们讲我那个想法是，我来到了这个年龄，其实我不是只是要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当然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选择，但是我是想要实现那个自我价值，然后包括我觉得在这个生意上，因为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公司也是有邀请我可能做一些 shooting 啊，还是上台的分享啊，或者是为团队做的这些嘛，
以前的话，我也是会很怕，就觉得好像很赤裸裸这样子，知道吗？可是现在我知道说，其实我做这一些，我看到的不应该是我自己而已，而是如果今天我站出来，我发声这样子的话呢，才会有更多人可以知道说，这一个品牌啊，是一个想法上的一个转变。然后也看到说，诶，其实只要是就是说踏出那一步的话啦，其实那个生活就会有所不同。对，我觉得很让我也是想到，就之前就是我也是会很怕跟人家分享很多东西，然后朋友也不多，就是几个就很舒服了。然后我觉得来到这个平台，我看到这个平台，我很想要它的结果，但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一条路，就是你要想去改变自己，去适合那个平台的时候，一开始是很恐怕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培养培训，让我去提升自己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赞同你讲的那一句话，就是那个沟通的那一个。我觉得当你可以沟通的时候，不是在这个生意里面，在生活里面，会很大的改变。我们怎样去跟人家去沟通，去让人家可以理解我们，我们也去理解人家的时候，是很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生活的那个 perspective 真的是很改变很大。然后我也是刚才你也是分享，哎，你在这里5年了，然后你今年也是31岁，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年龄，很多时候我们会就是会觉得。有些人会开始会想，诶，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然后，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是最好不要有太多的改变的，因为是要开始建立这个很稳的那个生活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那种 hold back 啊，然后就觉得，诶，可是我满意吗？我真的开心吗？我觉得我也是遇到很多朋友的时候会聊到这一些，然后我觉得身为好像你一个榜样这样子，你也就这样子踏出去。然后去改变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对这些人有什么鼓励的话，去让他们敢去踏出那个舒适圈？觉得就是说，在以前的年代，人家都会讲30而立嘛，刚好在我也是今年刚好进入31岁，可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因为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年代，他们比较早出来。然后可能以前就是随便你有一份很好的一份工作，稳定的收入，是可以从你一开始进去到你退休的时候做同样的工作，又或者是说，你经营一个小生意也是足够嘛，养活一家人这样子。但是我看到现在的年代，就是因为我们的物价一直在上升，不是说我要去做生意，而是说我觉得一份工作呢已经是不足够了。然后如果我不要只看现在啦，我拿一个比较长远5年到10年来看的话啦，就是说今天在座的大家，就是如果今天的那个收入是还不错的话，可是它也是会到达那个天花板的。对。因为它没有那个倍增的那个可能性，我们的能力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就是增加到很快这样子因为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叫小确幸，你知道吗？看一下 Netflix 要去一下 staycation 可是我觉得是 about 那个机会成本就是现在我们不去做跟不去改变的东西你想象那个时候，如果我今天想要的就是想要照顾我爱的人，我想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我单单想到钱不够，其实就是很自私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踏出来那一步，虽然也是不舒服，但是我待在我这样子的一个舒适圈，其实它也不舒适，就是当初的我自己是。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有幸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平台，所以我很庆幸，在我26岁那一年，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有很好的教导，最重要是对的一个价值观，怎样的去做一个生意，就是说。其实是做人的道理，因为今天当我们把人做好不管是我们的生意我们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什么都好都是会好的，因为那个人看到的是我们嘛。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今年也是30，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病，现在就很多人有焦虑。我觉得当我们没有一个平台给我们有那个希望，有那个可以成长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担心很多东西。对，好像你讲的，就是你会遇到那个瓶颈。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直在成长，然后我们也有一个culture，我们有那个 team 去一起 guide 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变成很不一样掉。
让我现在都会觉得，其实30还好诶，才刚刚开始罢了。对。然后其实生活还有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年轻的。现在的30跟以前的30真的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就是 make it happen， 去踏出去，真的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然后才是那个真正的价值。就是30是一个找到方向的时候，然后就一切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啊。当然想要恭喜你，就是最近你有当然会去多几个月后你会去 Amsterdam， 就是我们的公司的 trip，然后真的是在这边跟你讲一个 congratulations， 谢谢。然后当然就是of course 当然是今年的一个 trip， 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 trip 这些，然后我们明年会去的是上海。然后我觉得你会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去跟大家做一个 encouragement， 就是大家在听着上海的人，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我觉得其实公司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 trip， 它是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突破，因为我们在做的还是我们生意上做的事情嘛，只是说会比较的 intentional， 因为我知道说，我的目标啊，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 Qualify for 这个 trip 的话，整个人就是会很有目标感，然后每一天会觉得很兴奋。然后当然那时候我 qualify for 这个 trip 的话，其实一般也是想要有一个新的突破在我的生意上，也是觉得说，给自己一个交代，给团队，然后带妈妈过去这样子，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的前进，可以一起的做起来这样子啦。然后因为我觉得说，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我们有很有经验的生意的老师，然后我们有很好的 system， 就是说，今天我是会计师嘛，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是一个 designer， 或者他是一个 engineer， 或者是其他什么行业都好，在这里其实都可以，因为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有那个经验，但是只要我们今天想要改变，我们想要学习的话，这个就是一个 platform， 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来帮助大家得到想要的，然后这一切呢都需要先从set 了那个目标啦，就是从 qualify 这个 trip 到大家一起带我们心爱的父母一起去这个 trip 咯所以就想要跟大家讲加油加油，我们一定会 make it happen。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上海罢了嘛，可是我觉得 it's really 不是关于那个 trip 罢了，不是我们飞去的那个国家，而是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marker，就让我们知道，今年我们的不一样的成长的 growth 不一样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其实不是关于那个旅游的那个 part， 当然旅游是好玩的，但是最重要是我们在这里有怎么去学习。然后之前我也听过你讲的，就是最重要其实自己要先相信，相信可以去到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做这些行动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如果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很相信的，不用紧，我们在这边一起 grow， 一起 move forward。然后如果就是你的第一次接触到我们的 team 的话，你想要了解更多，当然可以在 comment 留言，我们可以跟你更认识，我们可以跟你 connect。所以谢谢你 Carmen， 真的是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你学习，听一下多一点了解你的 insights。然后当然我们会有更多的 episode，so just continue to subscribe， 然后可以等我们的下一集了。OK， 拜。